有一种痛苦比死还难，不是受刑，不是受辱，是你明明知道谁杀了你最亲的人，却还得走到他面前跪下来替死者道歉。悲伤不能有，愤怒不能有，连沉默都不能有，因为沉默本身就是态度，态度就是证据，证据就是死。你唯一能做的是把所有恨意压进一个滴水不漏的笑容里，一天一天的活。公元23年秋，一个消息从宛城传出，刘秀的亲哥哥刘演被更始帝刘玄杀了，没有审判，没有战场，没有任何体面的死法，他不是战死的，是被处理掉的，像一枚必须从棋盘上拿开的子，罪名随便编的，过程快得不像在处置一个有赫赫战功的将领。刘秀当时在外带兵，2个月前他刚在昆阳以3000人击溃42万，整个天下都在传这个名字。听到这个消息时，身边还有更始帝派来的人，名义上是同僚，实际上是一双盯着他的眼睛。他必须在极短的时间里做出一个判断，接下来怎么反应，决定自己活还是死。那年他28岁，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一次忍耐从这里开始。要讲清楚这个故事，得回到起点。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9世孙，到他这一代，这个血统已经不值钱了。西汉推恩令一代一代往下切，切到刘秀父亲刘钦这里，只剩一个南顿县令的位子。父亲死得早，兄弟几个在南阳乡下种地长大，但刘秀有一个不普通的哥哥，刘演天生像旗帜，豪爽大方，不拘小节，喜欢结交天下豪杰，张嘴闭嘴恢复汉室。在星芒天下说这种话要杀头，但刘演不怕，他天生觉得自己应该干大事。刘秀更像影子，沉默谨慎，不抢光。他喜欢读书，最大的志向是做执金吾，取阴丽华。执金吾掌京师禁卫巡查，听起来威风，说到底就是一个有牌面的武官。一个要当皇帝，一个想当保安队长，兄弟俩站在一起，所有人都觉得将来成事的一定是哥哥。新朝末年，天下大乱，赤眉、绿林各路起义军遍地开花，刘演觉得机会来了，拉着弟弟和南阳豪强起兵。刘秀第一次上战场骑的是牛，连马都没有。刘演太能打了，他打仗有天赋，待人有魅力，队伍越聚越大，声望越来越高，高到绿林军的首领们开始不安。公元23年2月，各路反莽势力聚在一起推皇帝，按实力和声望，刘演是最佳人选，但绿林军不愿意，他们跟刘家没有血缘，没有旧恩，只是利益暂时拴在一起的盟友，傀儡他们敢用，英主他们不敢立，万一刘演坐稳之后反手清算，他们一个都跑不掉。于是推了一个软弱的宗室刘玄，立为更始帝。刘演被拜为大司徒，位列3公之首，掌教化民政，名义上已是帝国宰辅。但3公之位不解决根本问题，问题不在官衔高低，在于所有人都看得见一件事：如果刘演愿意，他比刘玄更有资格坐那个位子。刘玄是被架上去的，刘演是自己走到那个位置的，这2种合法性分量截然不同。一个被推上去的傀儡皇帝，最怕的从来不是外面的敌人，外面的敌人可以一起打，他最怕的是身边那个比自己更像皇帝的人。刘演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刘玄的否定，更要命的是刘演不收敛，他对刘玄称帝一直有情绪，说话做事不把刘玄放在眼里。他大概觉得凭自己的功劳和实力没人动得了他，他错了。绿林系将领朱伟、李毅不停在刘玄耳边进言，刘演不除，迟早是祸。刘玄本就心虚，听多了就动了杀心。他们找了一个机会，以部将韦济为由头，把刘演叫来对峙，当场拿下，杀了。消息传到刘秀手上的时候，局面是这样的：兵权不大，手里没有翻脸的本钱，部下中有更实地安排的人，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下。而刘玄杀了刘演之后，下一个要观察的就是他。如果刘秀表现出任何不满、悲伤，任何可能复仇的迹象，他会立刻步兄长后尘。所以刘秀做了一件可能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事，他赶到宛城，不穿丧服，不设灵位，不问尸首，甚至不先回自己的营帐，他径直去面见刘玄，跪下来替哥哥的罪行道歉，说刘演行事不当，自己管教不力，请更始帝降罪。史书记下他那次跪见的姿态，隐过自责，把一切过错揽到自己头上，绝口不提冤屈。这4个字从一个刚丧兄的人身上写出来，每一个字都是刀。他的姿态低到刘玄找不到继续杀他的理由。刘玄本来做好了2手准备，如果刘秀来闹，就连他一起处理。但刘秀的反应完全出乎预料，一个人的亲哥刚被杀了，他跑来替死者道歉，刘玄反而不知道怎么接了。他封了刘秀一个武姓侯，列侯，有实役有名号，没有实权。这不是奖赏，是安抚，也是试探。封了侯，再看这个人接下来怎么动。
回到住处之后，他不敢哭，不是不敢当众哭，是连独处时都不敢。他不知道墙后有没有耳朵，帐外有没有眼睛。他正常的吃饭，正常的见人，正常的处理公务，好像死的那个人跟他没有半点关系。后汉书用了6个字形容他那段时间的状态：饮食言笑如平常。6个字写尽了一个人把骨头咬碎了往肚子里咽的全部过程。在那几个月里，悲伤本身就是罪证。停在那个场景里想一想，亲兄被杀，凶手坐在对面举杯相邀，不能不接，不能不笑，不能让笑容里出现一丝裂缝，不仅得笑得自然，还得让所有人相信他真的释怀了。这不是1天2天，这是持续数月，每时每刻都不能松懈的生存表演。支撑这场表演的不是性格，不是修养，是判断力，是他在极端痛苦中仍然能做冰冷计算的能力。现在翻脸，死路一条；现在哭，死路一条。让任何人看出真实情绪，死路一条。只有活着，才有后面的一切。历史上能忍的人不少，勾践卧薪尝胆，韩信胯下受辱，司马懿装病骗曹爽，但他们忍的时候，至少还有一个可以独处的缝隙，可以在没人看见的角落里咬碎牙齿。刘秀连这个缝隙都没有，他忍的环境是完全透明的，任何1秒的失控，代价就是命。刘秀在宛城那段日子做了另一个让旧部寒心的决定，他刻意疏远了所有跟刘演走得近的人，不见不联络，甚至表现出与他们划清界限的姿态。这不是薄情，这是保护。他知道刘轩在盯着刘演的旧部，看谁会成为下一个核心。如果刘秀还跟这些人走动，就等于告诉刘轩，这帮人还有一个领袖，还有可能重新聚起来。他必须让刘轩相信一件事：刘演死后没有第2个刘演。不敢为人先，史书这5个字不是在写谦虚，是在写求生。旧部失望总比旧部被清洗好，所以他一个人扛着所有痛苦，同时还要让追随哥哥的人觉得他冷血寡义，一边承受仇人的猜忌，一边承受旧部的寒心。有些人因此看清了他，觉得刘秀不过如此，亲哥被杀连态度都没有，不是成大事的料。后来他们发现自己错了，错得离谱。忍到什么时候是个头？刘秀等了几个月，等到刘玄的戒心慢慢降下来，然后他抓住一个机会，主动请命去河北。河北不是一块普通地盘，那里远离朝廷中枢，豪强林立，秩序破碎，谁能重新组织地方，谁就能长出自己的根。刘秀请命时的官方身份是破虏将军，行大司马事，名义上代行大司马职权，持节北渡黄河，安抚河北郡县，但实际给他的兵力极少，连一支像样的部队都没有。刘玄以为这是放逐，刘秀知道这是呼吸。在宛城，他的一举一动都是证据。到了河北，他终于可以重新组织人，重新建立关系，重新拥有属于自己的判断。对刘秀来说，河北最重要的不是地盘，是距离。距离意味着空间，空间意味着可能。忍耐的目的从来不是永远低头，是等到一个能抬头的地方。这是刘玄一生中最错误的判断。回到忍这个字，很多人把忍解读为美德，好像忍耐本身就值得赞美。不是，忍从来不是目的，忍是手段。刘秀忍的那几个月，不是因为修养好、格局大、能看开，他忍是因为在极端痛苦中仍然维持住了判断力，算得清楚每一步的生死概率，算得清楚现在动手和以后动手的收益差。真正可怕的不是暴怒的人，是恨到了骨子里却还能把笑容摆对位置的人。前者只是在发泄情绪，后者已经在规划未来。回头看这条路，得信忍泪，即刻奔赴宛城，跪在仇人面前替兄长请罪，接过一个没有实权的侯爵，道谢如领恩赏。此后数月，饮食言笑，一切如常，刻意疏远兄长旧部，让所有人以为他不堪大用。最后在刘玄放松警惕的那一刻，请命河北。没有一步是冲动，没有一步是认命，每一步都踩在刀刃上，每一步踏错都是死局。他用几个月的屈辱换了一条命，又准备用这条命去换一整个天下。宛城教会他一件事，活下来不是胜利，活下来只是获得了重新下注的资格。下一步，河北，那里没有皇帝替他撑腰，没有兄长替他开路，也没有任何现成的军队，只有一片碎掉的土地，一群不知道该信谁的人，和一个即将改变一切的决定。刘秀真正的故事从那里才刚刚开始。